创业负债300万，继承了二舅给我的遗产后，我负债变成了800万。二舅留给我的鬼屋里怎么都是鬼员工？你们不要过来啊！反内卷系统提示：员工加班预警规则公示。警告1次，宿主渗透之；警告3次，宿主强制注销。我靠，这什么鬼地方？我叫林天，创业3年，选自己卷员工，赔了300万，纯商业明灯。那天我走投无路，我二舅的律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林先生您好，我是林守正先生的委托律师，您二舅名下的遗产已经完成公证，请来领取，地址已经发你手机上了。上个月去世的二舅，不愧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不怕你们，我要去继承遗产了。那个地址就是我现在待的这破地方。我刚才一进来就昏过去了。谁啊？新老板，你终于来了。反内卷职场健康管理系统为1.0已绑定宿主。系统，我真是摔出幻觉了。我二舅给我留的到底是遗产还是催命符啊？你们是鬼？老板，鬼屋里全是鬼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你至于吓成这样？正常个屁呀！这他妈是正常人类该见的东西吗？没见过世面。这届老板心理素质太差，不符合岗位要求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这破地方一天到晚闲得要死，连班都不让加，老子不干了，换一家能卷的。对，换一家卷。员工集体离职将导致鬼屋无运营主体，宿主将在24小时内强制暴毙，请宿主立刻完成员工续签，否则直接触发死亡惩罚。各位祖宗，各位祖宗啊！我上有债，下有债，别离职，千万别离职！不就是想加班吗？没有怎么加怎么加，想卷就卷，想打老板就打老板，只要不离职，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说真的？比真奸还真！只要留下，你们就是我亲爹亲妈。警告1次，宿主渗透之；警告3次，宿主强制注销。我靠！我还没开始工作啊！你是老板，员工加班，你受罚。老板，我去修道具。等等，几点了？晚上11点。明天再修，今天不许干了。我不累。我累。哥，你是我亲哥，你是我唯一的哥，咱们先签约吧，续签完了就能干。可算把你们这群祖宗留下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丑话说在前头，你们每天干活绝对不能超过5个小时，不准加班。谁想加班，我就先死在谁面前。你玩我们呢？刚才还说想加班就加班。合着你刚才画的大饼全是假的？老板行为严重不符合运营预期，需立刻优化调整。当前满意度45%。满意度？这就掉了？我不管，断头台螺丝松了，我必须现在修好。大锤，别修，求你了，现在下班了。我靠，痛死我了！拦得住他，拦不住我。我必须把这个月的营销 PPT 做出来。做什么 PPT？ 下班了，眼睛不要了。你懂个大锤！完美的方案就是要熬夜打磨。你懂不懂上班啊？我怎么不懂？我以前就这么要求我员工的。你们吵你们的，我把鬼屋运营方案优化到327版就停手。若不停止30分钟后执行第1次惩罚。你是运营不是变态，优化个鬼啊！祖宗们下班了，你们全都去休息。不行，前台还要收尾，不做到通宵总觉得不踏实。还有你，也一起下班，都不允许干了。什么声音？
臭大锤，你又加班！嘿嘿，就差最后一下了，马上就好。触发第1次惩罚渗透之。大锤，我求你了，别修了。可是断头台快掉了，会伤到游客的。掉了也明天修，再修我就成废人了。那好吧，我把东西放回去。满意度太低了，必须得想办法提上去。老板，那个断头台……快来！劳动监察局突击检查，营业执照、恐怖指数记录、消防验收、鬼魂作业资格证，这纸上的23种证件立刻拿出来，少一样罚款100万阳寿币。23种？我刚接手鬼屋，哪来这么多证件？没有，那就按违规经营处理，查封。等等，根据跨域经营特别条例第7条，夹缝地带新生经营主体有30天证件办理缓冲期。对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案子不归你管啊。现在归我管了，手续不齐，限期整改，不得直接查封。你二舅让我照看你，别死。我二舅，你认识他？你死了？对，死了3年了。律师让我来找这个人，周三金。这地址怎么在胡同最里面？老板，这地方我熟，我带你进去。这是人间界和诡异世界夹缝，再往里走就是诡异世界了。请。距离本月 KPI 考核还有3天。距离本月 KPI 考核还有3天。这地方比人间996还狠啊！今日劳动模范连续工作300天。今日劳动模范连续工作300天。来了，林守正那小子的大侄子。您就是周三金先生。坐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你那系统是你二舅用自己的执念写出来的。我二舅做的系统？不然呢？你以为天上掉下来的？系统的终极目标就是招满100个鬼员工，员工满意度达到90%，就能发起一次规则提议，修改诡异世界的任意一条法规。二舅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是你二舅的旧部，改革派卧底。现在你有3个月800万的债，5个员工，1个反内检系统。我怎么觉得你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你完了？我在说加油。全体听令，今日工作值正式落地，每日工时严格卡顶5小时。完了，这反应比戒毒瘾还大。5小时，干完活干嘛？闲得发慌会死人的。我的 PPT， 我的方案还没改到第108版，流程没优化，动线没梳理，效率没达标，这是渎职。不用说话，不用挨骂，这样挺好的。修完了，真的没事干了。喂，你干嘛呢？下班时间不准干活。不干活浑身疼，先做1000个热身。1000个起步，你这体力全用在内卷上了是吧？标题、目录、数据分析、加班亮点，完美。没收，所有电子设备全部没收。再碰工作相关的东西，我直接躺胜装死。不让我做，我就写在桌子上，刻进骨子里。既然做俯卧撑，就得有标准流程。我这俯卧撑标准化 SOP 一共37页。你是鬼屋员工，不是军训警官。37页，你咋不写个博士论文出来？长这么大，第一次闲到发慌。你们生前加过最久的班是多久？847天，没休息过1天，吃饭睡觉全在工位，最后直接吐死在岗位上。我活了20年，工作2年，被领导骂了2年，连抬头喘气的机会都没有。总算熬过这地狱般的第1天了。明日可用工时更新5.2小时。满意度高了，工时反而变多了。你这系统是不是搞反了？缓冲工时仅用于紧急情况兜底，避免突发运营停摆。什么紧急情况？到底是什么破紧急情况？家人们，今天打卡全网最邪门鬼屋，据说真的闹鬼，全程无剧本。哇，
这氛围也太顶了！别吓我们啊！千万别刺激小花，千万别开闪光灯，千万别怼脸拍，求你们了！哇，这 MC 小姐姐太敬业了！笑一个，给我们涨涨粉！别拍了，求求你们别拍了！这个闹鬼，不是 NPC， 快跑！哎，你们的手机！各位观众见谅，这不是闹鬼，这是我们为了沉浸式花了几百万做的特效。我们店名就叫吓不尿你就尿我头上，包尿布麻烦自备哈。啊！老板，火了，咱们彻底火了！我拿去给小花他们看看。火是火了，可别惹来监察局的麻烦。诡异世界恐怖指数检测倒计时30天。检测？什么检测？不合格会有什么后果？恐怖指数低于60分，直接吊销鬼屋运营执照，强制查封，永不续期。那现在模拟检测，我们有多少分？当前恐怖指数23分。什么？才23分？刚才都闹成那样了，才23分？这是什么门？二舅从来没跟我提过鬼屋有地下室密室。这个印记，我身上有。啊！执念深渊，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这是钱老板的手机，全是他调查诡异世界隐秘的记录。大侄子，如果你看到这段录像，说明我已经不在了，你也成功绑定了系统。别恨我把这烂摊子丢给你，这个对抗内卷的局只有你能破。反内卷系统是我耗尽毕生执念做出来的，是唯一能对抗诡异世界内卷体制的武器。二舅，你到底一个人扛了多少？诡异世界的水比你想的深太多，背后藏着惊天阴谋。现在我不能告诉你全部，你承受不住。好好经营鬼屋，招满50名员工，自动解锁第2段录像，我会把所有真相全盘托出。诡异世界最大秘密，执念深渊。老板，那是诡异世界的绝对禁区，进去的鬼魂从来没有能活着出来的。我知道。别去，你现在还不够强，去了就是白白送死。二舅到底藏了多少秘密？改革派，专门对抗诡异世界内卷体制的鬼魂组织。300人，钱老板竟然悄悄藏了这么大一股反抗势力。师傅，对不起，这条路我只能孤身前行。今日又有一只鬼魂因想休息被判定怠工，强制消散。只是想歇一天，有错吗？我当了5年监察局局长，死守所谓的秩序，可这秩序根本就是吸食鬼魂执念的吃人机器。我终于发现，诡异世界不是天生残酷，它是一个巨型农场，鬼魂都是被圈养的牲畜，执念就是被收割的养料。大老板不是管理者，他是寄生虫，污染了整个诡异世界，吸干所有鬼魂的执念，为其自身。林天，我的光，我要给我的侄子一个不用内卷，能好好喘气的世界。二舅，你到底为我，为这个世界扛了多少东西？老板，这丑娃娃是你，小时候长这样。闭嘴，不许说，半个字都不许提。请问是林天老板吗？
我是阳寿贷催收专员马威，今日上门收首月利息。今天是第1个月最后一天，我知道利息我会想办法筹措。先给林老板看清楚账目，明明白白欠债，清清楚楚还钱，不搞猫腻。阳寿贷规则：每月最后一天扣1年阳寿抵利息，3个月到期还清800万本金。我这个月营收只有50万，连利息零头都不够，根本还不上。你干嘛？未经我同意扣我阳寿，你这是抢劫！演示一下，直观一点，免得林老板觉得我在空口白话骗你。对了，正式通知你一声，从下个月开始利息上调了。涨了？涨多少？我根本扛不住。原本日息1%，现在日息3%，月息90%。下个月你要还的利息共计675万。675万？你这是高利贷，赤裸裸的抢劫！阳寿贷本来就是高利贷，你二舅当年也是这么一笔笔还的。我二舅，他最后到底怎么样了？他还到最后，阳寿彻底归零，被诡异世界永久囚禁，生不如死，不得解脱。下个月凑不齐钱，你的下场不会比你二舅好半分，好自为之。675万利息，这个月只赚了50万，还差10几倍，我去哪儿凑这么多钱？老板，要不我加班多修道具，多接客，多赚钱，我体力好，能扛住。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们再往内卷的火坑里跳，绝对不行。检测到异常，马威及催收团队能量源全部来自执念深渊。执念深渊就是二舅笔记里的大老板朝谢。确认，有人刻意指使马威提高利息，逼你走投无路，加速破产。到底是谁？执念深渊的主人，诡异世界的掌控者，终极内卷操控者。别愣着，我来当你们鬼屋的免费顾问，不收工钱，包吃住就行，管够贡品。周先生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免费顾问，没搞错吧？你们这鬼屋的贡品比监察局食堂还差远了，也就凑合吃，不挑了。我来是告诉你，你那反内卷系统有3个致命漏洞，不改掉，早晚被大老板拿捏。什么漏洞？我完全没发现。第一，满意度抵扣公式有上限；第二，职场并惩罚随机触发不分缘由；第三，规则提案草件暗藏门槛，没那么容易达成。检测到外部高阶执念解析，系统漏洞确认，切勿外传。今日第一课，摸鱼必修课。不干活耗执念，还不触发加班惩罚。不干活？那怎么行？不干活浑身难受。营销方案，鬼屋推广，下不尿你。这比我真干活还累。拧一颗螺丝标准流程：第1步拿工具30分钟，第2步查螺丝30分钟，第3步开会1小时，第4步拧螺丝5分钟，第5步复盘1小时。一颗螺丝拧3个小时？瞧你说的，这叫精细化运营，活命必备技能，教你钻法律空子。监察局查拿夹缝缓冲期说，工时钞票用满意度抵扣，死卡规则底线。师公，你也太懂了，隐秘规则我根本看不懂。你二舅是我手把手教的，论玩规则，我称第2，没人敢第1，叫爷爷也行。还是师公吧，辈分乱了。大老板一直在等你的员工凑够100人，到时候全员执念共振，他收割价值最大，能直接突破境界。那我不招满100人不就行了？他算得到，我也算到了，我早留了一手，他别想得逞。什么后手？师公，你别卖关子，告诉我啊！先不告诉你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急什么？师公，这关乎鬼屋生死，关乎二舅的下落，你别吊我胃口。我还有300年可活，有的是时间等，不急。你不是鬼吗？鬼还论寿命长短？对，所以更不急，慢慢耗，看谁先熬不住。出价100万阳寿币，收购你这家破鬼屋，签字吧。我不卖，鬼屋是二舅的心血，
多少钱都不卖。苟总看上的从来拿得到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后悔都来不及。你的员工在干什么？上班时间摸鱼休息？鬼屋是这么开的？他们在休息，劳逸结合才能长久运营。休息？鬼魂不需要休息，鬼魂天生就是要工作的。你这是本末倒置。满意负50%，这怎么可能？知道为什么是负的吗？我的员工太爱加班了，不让他们加班，他们就不满意，越卷越满足。你随我来。看到了吗？我的鬼员工每天工作18小时，恐怖指数稳居诡异世界第1，赚钱赚到手软。哼，你这种不加班的解压鬼屋没有未来，趁早卖掉，免得血本无归。我偏不，我就要开不加班的鬼屋，这是二舅的心愿。那你就等着被市场淘汰，等着关门大吉。你的烙印怎么会有伤疤？受过重伤？不关你的事，少多管闲事。我们走。看到了吗？他也有秘密，没那么简单。什么秘密？他不是天生的内卷狂吗？他不是天生想内卷，他是被逼的，身不由己。老板，我查了尖叫帝国的运营数据，他们确实垄断了大半市场，很赚钱。所以呢，我们根本比不过他们。要不，所以我们要打败他们，砸了他的内卷帝国。是负责营销的吗？怎么突然要打仗？从现在起，我不是营销总监，我是复仇总监，专卷内卷狗。人也太多了，生意这么火爆，火是火了，可就5个员工，根本接不住，赶紧招人。欢迎加入，每日工时5小时，绝对不许加班，加班我会受罚。老板，我以前每天干16小时，你这里只干5小时。对，绝不加班，到点下班，没人敢逼你们。我终于找到组织了，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良心的老板。老板下班了能干嘛？我以前下班还要收拾宿舍，一刻不停。追剧、逛街、发呆、睡觉，想干嘛干嘛，没人管。不用睡觉啊，发呆？我这辈子都没发过呆，不会啊。老板，我不会发呆，我只会巡逻，干不了别的。那你就巡逻5小时，到点立马下班，剩下时间就学发呆。新增员工3名。现在才8个人，距离50人解锁录像100人改规则还差92个人，路还长。诡异世界有几千万鬼魂，全被困在内卷里，都在等一个不加班的活路。你不愁招不到人？那我要打广告，全网铺广告，让所有鬼魂都知道咱们这儿。我来，广告策划、宣传、引流，全包在我这个复仇总监身上。林老板，看好了，这才叫真正的鬼屋。太吓人了，全程不敢睁眼，腿都软了，再也不来了。太解压了，看完想当辞职，不卷了。你这是在破坏诡异世界的规矩，动摇内检根基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什么规矩？鬼魂天生就该累死累活的规矩，我不认。鬼魂生就该活着，就该休息，就该有自己的生活，不是为了被收割执念。伶牙俐齿没用，1个月内，我必定让你的鬼屋关门歇业。走着瞧，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大侄子，你这次彻底惹毛他了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知道，他肯定会用阴招对付我。接下来
他会动用一切手段举报、查封、断客源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你扛得住吗？我没准备好，但我有他们，有这群不想加班的伙伴，就扛得住。全体就位！诡异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支反内卷招聘广告，现在开机。导演，我真不会演戏，我只会修东西，扳手都比我会摆姿势。很简单，举高扳手，对着镜头吼一句“我来修你的生活”，霸气点，别像个闷胡同。我来修你的生活。重来，是修你那该死的班，不是修生活，有点怨气。我来修你的破班。小花到你了，别紧张，就说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。我不想工作，但我想活着，安安静静的活着。喂，监察局老 K 队长吗？我要实名举报一家鬼屋违规经营，恐怖指数造假。我是老 K， 说清楚，哪家鬼屋造什么假？证据有没有？下不尿你就尿我头上，鬼屋！实际恐怖指数58分，对外谎称60分过关，违规经营，扰乱市场。完美，这条直接过，马上投放中央广场大屏，炸穿整个诡异世界。这么搞会不会太出格了？监察局那群人本来就看我们不顺眼，出格才有用。这群内卷疯了的鬼，就缺这么一嗓声叫醒他们。上够了，真的上够了。加班，鬼都要熬抑郁了。在别的鬼屋你是工具鬼，在我们这儿你是自己的鬼。找工作找的不是班，是活路。5小时工作制，这不是诡异世界，这是天堂啊！这真的不加班，我每天连轴转20小时，快被熬成灰了。我要投简历，我要逃离这个内卷地狱，再也不想卷了。立刻关停广告，涉嫌煽动代工，公然违反诡异世界核心价值观。是。我们只是正常发布招聘广告，哪里触犯规矩了？罚款50万阳寿币，3日内缴清。该广告永久禁播，不许再传播。50万！我辛辛苦苦1个月才赚50万，这是要把我掏空啊！限期整改，再敢违规，直接查封鬼屋，绝不姑息。罚款我帮你们申请了，暂缓缴纳，暂时不会强制执行。谢谢你，李队。这次要是没你，我们真的过不去了。不过，广告效果太差，已经动了内卷既得利益者的蛋糕。苟富贵已经盯上你。他要是针对我们，根本没活路。有事联系我，别再这么高调。苟富贵的手段比监察局狠得多。3天时间，居然收了500份简历，这也太夸张了。老板，我灵业制定了鬼屋招聘 SOP 标准流程，一共327步，流程严谨，零差错。字了，太繁琐，简化到极致。我重写，精简到300步，绝对不冗余，符合规范。面试流程全线简化，只问3个核心问题，多一句废话都不说。第一，你能接受不加班吗？第二，你下班后想做什么？第三，你恨你的前老板吗？我负责实操测试，给5小时修灯泡，超时1秒直接淘汰，绝不留情。我负责价值观测试，看 PPT 不亢奋、不主动要加班的，直接录取。生前做什么的？能接受我们鬼屋不加班的规矩吗？生前是程序员，996连干3年，直接猝死在工位上。那你能接受不加班吗？我死就是因为加班，你说我能不能接受？这辈子再也不想碰加班2个字。合格，去隔壁实操区找赵大锤测试。别紧张，说说下班后你最想做什么，别说工作相关的。我想种地，
远离 KPI， 远离业绩考核，安安静静晒太阳。鬼屋没田地，种不了庄稼，没这个条件。盆栽也行，我能把盆栽养得比恐怖道具还吓人，绝对没问题。有点意思，通过面试，等后续通知。第3个问题，你恨你的前老板吗？恨到什么程度？我恨他恨到骨子里，把他照片贴沙包上，每天打800遍。入职礼物，上班不许打，下班随便造，放开发泄。给你5小时修灯泡，时间充裕，不许赶工，超时就算不合格。同道中人，懂规矩，不卷工时，你被录取了。你看了这么久 PPT， 居然不亢奋，不想赶紧改方案加班？生前看 PPT 看到吐，现在看见就犯困，实在亢奋不起来。精准契合我们鬼屋的价值观，直接录取。第1批面试结束，一共录取12人，加上咱们原有8人，总共20人。才20，距离招满100名目标还差80，路还长。你知道诡异世界一共有多少鬼魂吗？整整3000万。这么多，和我们招聘有什么关系？每天有1万只鬼魂，因为不想加班被判定怠工，强制消散，永无轮回。监察局例行恐怖指数检测，合格线60分，低于分数直接吊销执照，查封处理。老队长，只有23分，连合格线的一半都不到，这哪是鬼屋，分明是养老院。我们是解压鬼屋，不靠血腥吓人，主打治愈解压，是新模式。哼，诡异世界只认恐怖分数，不认什么新模式，规定就是规定，没得商量。检测员，你要被下面试试，我修个东西给你看，保证不一样。修东西有什么怕的？凡人把戏我见多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？道具成精了！我是鬼，操控个扳手很正常。30天整改期，到期分数不达标，直接查封。你们欠的阳寿债、贷款全数清算。别慌，用夹缝地带特殊管理规则，我帮你申请了30天延期整改，已经获批。真的能延期30天？我们还有补救的机会。30天，从23分到60分，难度极大，你够时间吗？不够也得够。鬼屋不能倒，二舅的心愿不能碎，员工们也不能没去处。30天，恐怖值指数从23分冲到60分，大家有没有可行的办法？有办法，但必须让员工加班加点，强化恐怖表演，拉长接待时长，堆分数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这么做。那我们加班加点，提升恐怖氛围，一定可以提分的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加班。我开鬼屋的初衷就是反内卷，不能违背初心。不加班，不高强度造恐怖氛围，根本提不上分数，没戏。谁说恐怖一定要靠加班，一定要靠吓唬人？师公，你有办法，快说，到底是什么办法？你觉得人类最怕的是鬼？错了，人类这辈子最怕的，从来都是自己。23分到60分，不加班不搞血腥吓人，怎么可能做到？钱美丽都说没戏。常规恐怖靠扮鬼吓人，咱们玩反向恐怖，越日常越细思极恐。反向恐怖什么意思啊？鬼的日常能吓到人？听着玄乎，能比扮鬼脸管用？我不懂，修东西我在行，搞恐怖我真不行。看，第一个，这才是诡异世界最顶级的恐怖展品。死因：长期精神压迫，过劳成怨，无休无止。这不是鬼吓人，这是人把自己逼成了鬼。第二个，生前职场人的常态，也是鬼魂的噩梦开端。遗书就一句话，我做不完了，真的做不完。这是人未来的样子，加班到死，
变成鬼还要接着卷。没错，人类不怕鬼，怕的是变成鬼的全过程，怕自己活成这样的下场。原来如此，根本不用刻意扮鬼，把鬼魂生前的职场噩梦摆出来，就是顶级恐怖。全体改造，每个房间不装血腥道具，只还原咱们各自生前的职场恐怖故事。我来还原工地场景，老板逼我连续加班72小时，最后失足摔下脚手架。我还原我的猝死瞬间，连续加班半个月，闭眼那一刻还在改方案。播放我的 PUA 日记，被老板打压否定，活着全是煎熬。就这么干，不加班不造假，用真实打高分，这才是咱们的解压鬼屋。58分，差2分，不合格，限期整改作废，准备封查。就差2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已经尽全力了。等一下，根据夹缝地带特别条例第12条，检测允许5%的误差浮动。58分核算后等同于60.9分，远超合格线，判定合格。算你们运气好，下次再不合格，谁来都没用。林老板，别高兴太早，好事轮完，该算算账了。第2个月利息我暂时凑不出来，能不能宽限几天？本月利息675万阳寿币，你没钱还对吧？是，我现在真的拿不出这么多。扣1年阳寿，剩余阳寿命45年到44年，记好了。你直接扣我阳寿，下个月呢？利息多少？下个月利息上浮至5%，越延期涨幅越高。为什么一直涨？这根本不合规矩。哼，规矩在诡异世界，有钱有势的就是规矩。宿主请注意，马威的利息涨幅违反诡异世界金融法规，背后有人刻意操控。我知道，是苟富贵，他想逼我走投无路。当前数据已更新，员工满意度78%，员工总人数28人，逆势上涨。老板阳寿被扣，利息越滚越多，咱们不能坐视不管。老板对我们够意思，不逼我们加班，还把我们当鬼看，我们得帮他。可老板明令禁止加班，一旦超时，我们会触发执念反噬，老板也会受牵连。我怕反噬，可我更怕老板出事。偷偷干，避开老板半夜加班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赵大锤超时工作30分钟，触发执念反噬，宿主慎透支。赵大锤，你给我住手！谁让你半夜加班的？我是不是说过不许超时？老板，我想多修点道具，多接游客，帮你赚钱还债。我还债是我的事，你们要是出事，我开这个鬼屋还有什么意义？钱美丽超时工作，触发执念反噬，话痨失控。钱美丽，你也偷偷加班，赶紧关掉电脑！老板，你看这个标题，《职场冤魂实录》够不够炸？还有这个引流方案，我能拉来3倍客源。不够炸，像白开水一样寡淡，毫无亮点。我怎么说了这么多？我也不该吼你，对不起，快停下。孙博尔超时工作，触发执念反噬，选择性失忆。孙博尔，别改了，你想彻底失忆吗？老板，我在这儿干嘛呢？我手里拿着纸和笔做什么？你在改 SOP 流程，赶紧回去睡觉。SO 是什么？能吃吗？唉。从现在起，所有工作道具全部上锁，到点开工，到点下班。谁敢偷偷加班，直接停职。老板，钥匙给我，我就休一会儿，绝不超时。不给，说什么都不给，你回去休息。老板，求你了，我胸口好烫，像火烧一样疼。你胸口怎么了？这红色印记是什么？这数字在跳，847变成848了。
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不干活的惩罚烙印，每多一天不加班，数字就跳一天。跳到最后会怎么样？你快说！掉到1000天，我就会魂飞魄散，彻底消失在诡异世界。大锤，你坚持住，我去想办法，我一定救你。现在850天，只剩150天，必须查清楚烙印的来历。这里是诡异世界档案室，3000万鬼魂的生前事后档案全部都在这儿。3000万份档案，全是被内卷逼死的鬼魂。这是赵大仇的生前档案，你要的答案全在里面。老板强逼赶工期，疲劳失足坠亡，死因过劳。死后被诡异世界强制收编，烙印就是劳动枷锁，不干活就反噬，到天数就魂飞魄散。这根本不是惩罚，是压榨，无休止的压榨。这是我的档案，你也看看吧。你也是过劳死？生前是律师，为了案子连续加班72小时，死在法庭上。这些伤疤是？死后被强制劳动，这是监工留下的伤，我又熬了3年。死了都不能休息，还要接着被压榨。是你二舅救了我，他是改革派，想推翻这种内卷规则，给鬼魂一条活路。我二舅他现在到底在哪儿？我不能说，但他做的事你现在正在做。我一定会坚持下去，不加班，不内卷，给所有鬼一条活路。你二舅太死板，所以失败了。你比他无耻，更懂变通，能成。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烙印超过1000天，不是魂飞魄散，是变成没有意识工作机器。工作机器没有自我，只会不停干活。赵大锤现在850天，只剩150天，时间不多了。我要救他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帮他解开烙印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带他回生前的工地幻境，了结生前执念，才能破烙印。工地幻境现在就能去吗？幻境入口午夜开启，一旦进去，执念反噬会翻倍，你和赵大仇都可能被困在里面，永远出不来。大锤，别怕，我陪着你，咱们把心结解开。老板，我怕看到当年的地方，胸口更疼。有我在，今天过后，你再也不用被烙印折磨，再也不用怕加班。工期不能拖，所有人今天干到凌晨4点，谁敢偷懒扣光工资。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我当年连续干了72小时。鬼啊！赵大锤，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我是死了，就是因为你逼我加班，逼我赶工期，才从这架子上摔下来。你害死了我，还要害死多少工人？他们也有死几辈子缠着你和你家人。我改，往上给所有死者家属赔偿，改善工地条件，再也不逼工人加班。不烫了，胸口真的不烫了。停了，停在100天了，终于结束了，再也不用被加班逼着走绝路了。老板，我现在可以每天只干5小时了，安安心心修东西。当然，咱们鬼屋永远5小时工作制，绝不加班。以前我觉得活着就得拼命干活，现在才懂，比工作重要的是被人记得。我记得你，二舅记得你，钱美丽、孙不二、小花，我们所有人都记得你。谢谢老板，谢谢大家。检测到赵大锤执念了结，满意度100%，鬼屋平均员工满意度75%。满意度涨了，可苟富贵不会善罢甘休，麻烦肯定还在后头。仙教帝国高薪招聘，
月薪10万阳寿币，16小时工作制，晋升通道透明，上不封顶。10万阳寿币，比现在工资高2倍，太心动了。16小时工作制，一天干16小时，跟没休息一样，这太可怕了。想去面试的可以去，我不拦着，选择权在你们自己手里。我们是16小时强制工作制，接受无条件加班，能接受就留下，免日后复取。我不接受。不接受就走，下一个有的是鬼想来。我话没说完，我能接受加班到猝死，但我绝不接受加班到魂飞魄散。你们这是压榨，不是工作。林天，我开出双倍工资，你的员工早就该弃暗投明了。我们回来，这里不加班，把我们当鬼看，比高薪重要1万倍。我不走，这里能安心修东西，不用被逼着连轴转。我不走，这里能写自己想写的文案，不用改到猝死。我不走，这里能优化有用的流程，不用做无用的内检工作。我不走，没人骂我，没人 PUA 我，我能安安静静活着。一群蠢货！鬼魂活着就是要工作，要内卷，你们迟早会后悔。你错了，鬼魂需要的不是无休止的工作，是活着的意义，是被尊重。别得意，我不会让你这破鬼屋开下去的。员工凝聚力拉满，新增入职14人，总人数42人，平均满意度78%。你看，越压榨越留不住鬼，人心鬼心都是一样的。你以为满意度高就没事了？我已经举报你们恐怖指数造假，等着被查封吧。造假？我们是靠夹缝地带5%误差过关，合规合法。误差条例只适于夹缝地带，可你的鬼屋已经被划给诡异世界直接管辖，误差作废。李队，苟富贵说鬼屋被划出夹缝地带，直接诡异世界顾界管辖，是真的吗？刚下发的文件，铁面局长亲自签署，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这就是针对，专门为了整我才改的管辖权。划归之后必须遵守诡异世界硬规，最低工时12小时，恐怖指数必须60分，强制 KPI 考核，一条不达标就查封。最低12小时，那我们的5小时工作室直接违规。铁面局长，你出来，我要跟你理论清楚，这是恶意针对。局长没空见你，文件已生效，拒不执行就直接查封。规范管理，这是苟富贵的工具，规范个屁！再闹事，以妨碍公务论处，直接扣押。完了，管辖权一改，我们的5小时工作制作废，恐怖指数58分，直接不合格。大侄子，慌什么？诡异世界的规矩从来都有漏洞可穿。师公，你有办法，快说。法典235条，管辖权争议必须召开听证会，听证期间原管辖规则继续有效。意思是，我们起诉监察局打管辖权官司，打官司期间鬼屋还是夹缝地带规则、5小时工作制、误差条例全都有效。局长，林天要起诉打官司，拖延时间。那个林天跟他二舅一样，麻烦又根部，留着终究是隐患。要不要我直接动手，把他的鬼屋彻底砸了？不急，让他打官司。诡异世界的官司有的是时间耗。大侄子，你知道这场管辖权官司意味着什么吗？什么？听证期间，咱们按夹缝地带规则运营，而诡异世界的官司一般要打300天。300年的拖延战术能不能成，全看师公了。尊敬的3位法官，我方辩护人周三金申请开庭。管辖权争议听证会正式开始，请监察方陈述理由。法官大人，夏不尿鬼屋涉嫌恐怖指数造假，违规经营，理应划归诡异世界直管，即刻查封。造假？自问监察方，造假的证据何在？空口无凭，可是要承担诬告罪责的。检测分数58分，合格线60分，未达标却谎称合格，
不是造假是什么？不可能，请看《夹缝地带特别条例》第12条，原文标注：允许加减5%的检测误差，合法合规。误差是5%，不是单独加5%，58分就是不合格，狡辩无用。那我请教对方律师，58分的基础上加5%的误差数值是多少？麻烦你算清楚。是60.9分。谢谢对方律师亲口承认，60.9分远超合格线，何来造假一说？本案争议较大，本庭需长期合议。现在宣布休庭300年。300年？你有意见？没有，完全没意见。法官大人英明。 300年，我就算熬得魂飞魄散，也等不到复庭了。所以这才叫拖延战术。你们慢慢等，我们慢慢经营，互不耽误。太好了，咱们还能继续5小时工作制。苟富贵的阴谋彻底破散，看他还怎么嚣张！看来这个周三金比我想象的难缠得多，不好对付。那就去找大老板，只要大老板点头，林天和周三金都活不成。听证会大获全胜，为了犒劳大家，今天咱们全体去人间界团建。 吃喝玩乐全包。人间界，我死后再也没去过了。老板，人间界团建是去修东西吗？我工具都带好了。修什么修？今天只玩不工作。老板，这个黑块块怎么吃？要煮多久？毛肚涮15秒就行。 烫一下就捞，脆嫩好吃。15秒是吧？我记着了，一起煮省事儿。不是整盘倒啊，是一片一片涮。大锤，你能不能讲点规矩？火锅也要有仪式感，摆盘好看，吃着才香。这是市井火锅店，不是日料店。美丽，你别折腾了。仪式感不分场合，鬼声也要精致。小姑娘，你长得好可爱啊！ 安安静静的，特别招人喜欢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觉得我可爱吗？你的脸色怎么这么白？因为我不是人，我是鬼呀。原来被人夸可爱是这种感觉。 星星点灯，照亮我的家门。轻轻的，我将离开你，把握生命里每一分钟，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。隐形的翅膀，让梦恒久比天长。我生前天天加班，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吃过一顿热乎火锅。 我一辈子忙着赚钱，从来没进过 KTV， 没想到死后圆了梦。这才是鬼该有的生活，不是无休止的加班，是烟火气和温暖。检测到员工幸福感爆棚，新增入职10人，平均满意度82%。老板，我好像醉了，头有点晕乎乎的。鬼也会醉？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老板，我好像看到我妈妈了，她在对着我笑。你想她吗？ 想，我特别想他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来得及好好陪他。这是二舅生前私下联络的核心人脉，7位改革派投资人，全是诡异世界顶层企业家。二舅从没跟我提过这些人，靠谱吗？他们都是被大老板内卷体系坑过的受害者，跟咱们理念一致，反内卷，反强制加班。不管了，现在鬼屋缺资金，缺靠山，只能赌一把。林小友。 你的5小时工作制鬼屋理念我认可，但资本家只看收益，能赚钱吗？各位请看，月营业额破200万，成本50万 ，ROI 高达300%，员工流失率0%，复购率70%，内卷企业永远达不到。倒蛇如簧没用，诡异世界12小时最低工时，5小时怎么持续盈利？我们不靠压榨，靠员工幸福感，舒心才走心，口碑自然涨。内卷逼走员工，败光口碑，松弛感才是长久生意的核心。我成了卷王，可我儿子是过廊死的。 我恨透这套规矩。我生前不眠不休，死后才懂，自由比钱财重要。你的理念戳中要害。 7人联合投资2000万，
但必须签对赌。1年盈利破3000万，输了灵魂归你们。诡异世界投资就是很筹码，敢不敢赌？赌？我赢了呢？你赢了，我们永久追加投资，全力支持改革。阳寿贷本金加利息已全部还清，剩余阳寿44年3个月12天，新增对赌协议倒计时365天。老板，林天还清800万债务了。我知道，债务是我故意松口的，对赌比死债狠，3000万是死局，他赢不了。大侄子，别高兴太早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怎么了，师公？协议签完，资金到账了。你知道对赌协议真正是谁设计的吗？当然是7位改革派投资人啊。错，是大老板一手策划的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7个投资人里藏着大老板的内鬼，你务必千万小心。资金到档了，先翻新场景，再招新人，依旧5小时工作制，绝不加班。太好了，老板，终于能大展拳脚，不用愁债务了。诡异世界劳动监察局接到举报，林守正鬼屋非法用工，即刻查封。非法用工？我们合规经营，凭什么查封？凭诡异世界律法，最低12小时，你们只干5小时，铁证如山。谁敢封店，先过我这关。冥顽不灵，反抗执法，给我拿下！哼，区区月灵反抗凶煞执法，不自量力！老 K， 这是恶意针对性查封，法理难容，立刻撤队。李莫愁，你卧底的事局长早知道，别装了。你怎么敢告密？奉局长命，李莫愁督职通敌，即刻停职带走调查。林天，别慌，去找周三金，只有他能帮你。跟大老板作对，下场就是这样。带走林天。新来的，你是跟监察局对上了吗？大侄子，你终于来了。二舅，你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死了，但核心执念被大老板囚禁在此，寸步难行。囚禁在这里，你一直在等我。我一直在等你救我出去，可我执念快散了。你仔细听，每一句都至关重要。二舅，你被关在这里整整547天。对，从我把系统交给你的那天起，就被大老板困在这儿了。都怪我，要是我早点接手鬼屋，你也不用受这份罪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不是完整灵魂，只是留在这儿的一缕执念，撑不了多久。你的完整灵魂在哪儿？我要救你。真正的我被大老板囚禁在执念深渊最深处，只有打破他的内建规则，才能彻底救我出来。我一定毁了他的破规则，我一定救你。大老板一直在等你的鬼屋员工凑够100人，这个数量会触发全员执念共振，到时候他能一次性收割所有执念价值，威力翻倍。那我不招人了，我永远不招到100人，让他没得逞。傻小子，不行，只有员工满100人，你才有资格提交诡异世界规则改革提案，这是死规矩。那怎么办？一边是被收割，一边是没法提案，这是死局啊！抢时间，你要在员工凑够100人的同时，把全员满意度冲到90%，提前触发提案机制，截胡大老板的阴谋。90%满意度，100个员工，我记下来了。别慌，周三金会来救你出去，他在外面已经布局好了，就等时机。二舅，你的声音怎么变淡了？你别有事？我的执念快耗尽了，
时间到了，该走了。我不让你走，二舅你别走！大侄子，别哭，哭了丢人。记住，90%满意度，千万别忘。二舅，二舅！开门，放人。师公，你怎么来了？诡异世界最高法院签发的人身保护令，就你这个傻大侄子！周三金，你都退休了，还敢插手监察局的案子，你活腻了！我怎么了？退休不代表不懂法，合法救人，天经地义。你给我等着！我这就上报局长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！我在诡异世界等了300年，不差这一环，随时奉陪。老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。我没事，让大家担心了。老板，你可把我们吓死了，以后可不能再出事了。我官复原职了，但被降级成普通监察官，没了队长权限，以后帮你的地方有限。没事，你能平安出来比什么都重要，权限不重要。满意度从82%直接掉到65%，掉了整整17个点，情况比我想的更糟。大家别慌，我不会再被抓走，鬼屋也不会再被查封。林老板，你怎么保证？大老板势力那么大，我们怕下次还会出事。因为我有师公周三金，他会护着我们。没错，我手里有300年的官司能跟他们打，耗到底也不怕。我要3周内招满48人，同时把满意度从65%冲到90%，必须同步完成。3周招48人，日均要招2.3人，还要提25%满意度，这是极限挑战，根本不可能完成。没有不可能，二舅在等我，我必须抢在大老板前面完成。想要快速提满意度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逐个解决员工的生前执念，就像你当初帮赵大锤释怀那样。规则提案进度52-100，员工满意度65%，距离目标还差48人，25%满意度，倒计时启动。接下来3周，咱们全员停掉非必要工作，主攻员工执念化解。52个员工，3周搞定。老板，你是不是被拘留所关傻了？我没傻，时间紧任务重，必须这么做。这根本是地狱级难度，完不成的。老板，我陪你，不管多难，我都跟着你干。老张，我知道你生前是电工，你的执念是什么？跟我说说，我帮你解决。我生前在工地做电工，因为安全措施不达标，被裸露的电线电死了。所以你放不下的是那个出事的工地。我就想回去看看，后来工地有没有整改安全措施？我不想再有其他人跟我一样惨死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带你去，了却你的心愿。老板，我跟着，有啥重活我来干。还是这样，这么久了，还是一点整改都没有。你们害死我还不够，还要害更多人！老张，冷静点，别冲动。你别管我，我今天就要讨个公道。我必须管你，因为我懂你，生前也是被黑心老板坑的。
大锤，别硬打，帮他整改工地，化解执念才是正事。奇怪，谁把电线和防护网修好了？太及时了！谢谢你，大锤，谢谢你帮我完成心愿，我终于能放下了。不客气，都是苦命人，互相帮衬是应该的。员工老张执念化解，个人满意度从60%提升至90%，鬼屋全员平均满意度66%，进度加1%。大锤，你怎么对工地安全整改这么熟练，比专业工人还厉害？因为我生前修过无数次这样的工地，闭着眼都能改好。那你手艺这么好，怎么没修好自己出事的那个工地？王婶儿，我们来跟你聊聊，你的执念到底是什么？说出来，我们帮你了了。我生前在养老院做保洁，顺带照顾卧床的李奶奶，连轴转了半个月没合眼，最后猝死在保洁间里。那你最放不下的是养老院的李奶奶，对不对？我走的时候李奶奶身体就不好，我就想回去看看她，跟她好好告个别，不然我闭不上眼。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就带你去养老院聊你的心愿。老板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能帮上忙。这间302的李奶奶3个月前就走了，走的时候很安详。不，走了，她还是走了，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，连句告别都没说上。小王啊，别哭，我在这儿呢。李奶奶，是你吗？是我，傻孩子，谢谢你照顾我这么久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从来没嫌我麻烦，我走得很安心，你也别再惦记我了，去好好休息吧，别再让自己那么累了，这辈子太苦了。王婶儿，李奶奶都知道你的心意，她不怪你没送她最后一程。谢谢你，小花，真的谢谢你，我终于放下了。员工王婶执念化解，个人满意度从58%飙升至95%，鬼屋全员平均满意度提升至68%。老板，我的技能真的能帮到别人？当然可以，你的伪装术是最能治愈人心的武器。那我还能帮更多人？当然能，能帮很多很多和你一样受过委屈的人。那我就不只是那个会暴走的社恐了，对不对？你从来都不是，你一直都是很厉害、很温柔的女孩子。家人们，我发现咱们所有人的执念都有一个共同点：生前被压榨、被 PUA、被忽视，没人替我们说话。是啊，没错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就是执念治疗室，每个人轮流上台讲述你的故事，五鬼带队，1对1帮你了结心愿，讨回公道。赵大锤，负责工地、工厂安全隐患类执念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钱美丽负责创意被窃、成果被抢类执念。交给我，抢功狗一个都跑不了。孙博尔负责流程不公、背锅甩锅类执念，所有坑人的流程全给他推翻。林小花负责被 PUA、被霸凌类执念。我可以，我能帮大家。我熬了3个月写的核心代码，被老板偷走还开除我。对不起，是我偷了你的代码。我工位的机器安全隐患大，我提了3次，老板根本不理，最后我被机器绞断手指，失血过多死了。你提的所有隐患我全改完了，图纸、方案、整改记录全在这儿，以后再也不会有工人受你受过的苦。
我的主管天天说我能力不行，说我不适合干这行，我信了，最后熬出抑郁症自杀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一直在 PUA 你，你能力很强，特别适合这份工作，错的是我。员工满意度68%、72%、78%、82%、85%。当前在册员工97人，全员平均满意度85%，规则提案进度97-100。就差最后一点了，3个人，5个百分点，我们马上就能成功。大侄子，不好了，大老板要动手了！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大老板察觉到你快凑齐100人充满满意度了，他等不到你满员，准备提前收割所有员工的执念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执念深渊，是诡异世界的核心，也是你们这些畜生上的屠宰场。二舅！走！二舅，我看到二舅了，他被锁在齿轮上。大侄子，我现在把所有真相都告诉你，一点都不瞒你了。这个诡异世界根本不是什么冥界轮回地，是大老板亲手造的执念农场。所有鬼魂都是他圈养的牲畜，执念就是他的粮食。所谓的强制加班、内检文化，全是大老板设计的陷阱。他就是要让我们活在痛苦里，不断产执念供他吸食。你二舅曾经是诡异世界的监察局长，他第一个发现真相，带我们反抗，被大老板当场杀死。完整灵魂被锁在深渊齿轮，当成供能的电池。用最后一缕执念做了招聘系统，藏在你体内，就是等你长大来推翻这个吃人的体制。他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：大侄子，对不起，把你拉进这浑水里了。周三金，你这个叛徒话太多了，快走，带着大家走。你们谁都跑不掉，所有执念都是我的。系统剩余运行时间7天，当前员工人数97人，满意度85%。二舅还活着，他的执念在支撑系统，对不对？对，系统就是他的执念。系统彻底消失的那天，他就会魂飞魄散，彻底消失。我不会让系统消失，更不会让二舅彻底消失。你只有7天时间，7天内必须凑齐100人，冲到90%满意度，发起提案，不然一切都完了。老板，这地方也太破了，连个像样的鬼影都没有，真能找到人？这地方连内卷的资本都看不上，全是被诡异世界抛弃的鬼魂。咱们来这儿招最后3个人，就是因为他们被抛弃了，咱们才要来。咱们的鬼屋从来都只收没人要的苦命人。大家别害怕，我们是来招员工的，包吃住，每天只干5小时，不加班，不压榨。别白费功夫了，我连手都没有，什么活都干不了，你们招我没用。你不需要手，也不需要干活，你只需要存在就够了。存在就够了？对，在我们鬼屋，你只要好好活着就够了。我活着的时候，老板说我没用，死了之后，所有鬼都嫌我是累赘，从来没人跟我说过这句话。第98名员工录入完成。我干了60年活，生前干到死，死后还要被强制劳动，跑出来躲在这里，你们招我这个老东西
能干什么？不用你干活，你来我们鬼屋，我们给你养老。养老？鬼魂也能养老？能。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看任何人脸色，不用再干一点活，安心养老就好。第99名员工录入完成。我不够好，我什么都做不好，是我的错。你够好了，你特别棒，从来都不是你的错。员工人数满100人，规则提案权限已解锁。当前全员平均满意度84%，需达到90%才可正式发起提案。84%，还差6个百分点才能发起提案。这6%需要你彻底解决所有100名员工的执念，你只有7天时间。接下来7天，我会帮你们每一个人了结生前的执念，讨回该有的公道。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拼吗？愿意，我们跟着老板干。7天，够了。铁面局长，动手。明白，大人。铁面局长，你擅闯我的鬼屋，想干什么？林天，你涉嫌煽动鬼魂叛乱，颠覆诡异世界规则，现依法对你执行逮捕。想抓我们老板，先过我这关。局长，你这是非法逮捕，越权执法，立刻撤队。李莫愁，你当卧底通敌的账我还没跟你算，别敢来拦我。放开他！周三金，你已经退休了，监察局的事轮不到你多管闲事。我没多管闲事，我是在执法。诡异世界律法没有实质证据，不得随意逮捕公民，你知法犯法。我是监察局长，我说的话就是法。不是监察局长，更不是鬼魂，你是大老板的分身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真正的铁面局长300年前就发现了大老板的阴谋，被他亲手杀了，尸体都没留下。你顶着他的皮囊装了300年，既然被你拆穿了，那就都别活了。林天，系统剩余运行时间6天，宿主被关押于执念深渊，当前员工满意度84%。林天，你的阳魂体是连接人间界和诡异世界的唯一桥梁，有了你，我就能突破界限，统治人间界，收割全人类的执念。做梦！就算魂飞魄散，也绝不会让你得逞。你二舅当年也说过这句话，然后呢？他被我锁在这里当了300年电池，连魂飞魄散都做不到。你一个毛头小子，凭什么跟我斗？林老板，我们来救你了！你们这些蝼蚁，也敢坏我的好事，都给我死！我们是蝼蚁，但我们是追求自由的蝼蚁，绝不会任你宰割！林老板，你二舅当年救过我们所有人的命，现在轮到我们报恩了。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不用谢我们，快速完成你二舅没完成的事，推翻这个吃人的体制，给所有鬼魂一条活路。
成功脱离执念深渊，系统剩余运行时间5天，当前员工满意度84%。老板，你回来了，你没事太好了。我回来了，我们还有5天时间，你们愿意跟我一起拼到最后一刻吗？愿意，我们跟老板拼到底，不赢绝不罢休。家人们，5天，咱们要干成一件别人眼里不可能的事，把满意度从84%干到90%，掀翻大老板的破规矩，有没有信心？跟着老板干，死磕到底！全员分成6组，精准攻坚，5天内每个人的执念至少减轻30%。我带第一组，所有工伤过劳死的兄弟姐妹跟我走。你们生前出事的工地、工厂、车间，我全给你们修好，隐患全给你们清干净。赵组长。第2组我带，创意被偷，成果被抢，干活不被认可的家人们跟我走。你们的文案设计方案，姐帮你们把公道全讨回来。钱总组长。第3组我带，被不合理流程坑、替人背黑锅、被奇葩 KPI 逼死的跟我走。所有破规矩、烂流程，我给你们优化到最简单，10页纸搞定所有事。第4组我带，被 PUA、被霸凌、被否定到自我怀疑的家人们跟我走。我会变成那些伤害你们的人，认认真真给你们道歉，告诉你们，错的从来不是你们。李组长。第5组我带，合同被坑，赔偿拿不到，权益被侵犯的跟我走。300年的法律经验，我帮你们把该拿的公道、该得的赔偿全打回来。我带机动队，全程兜底，谁敢来捣乱，我直接拿下。现在，攻坚计划正式启动，干就完了。当前员工满意度84%，系统剩余运行时间5天，攻坚计划启动。5天提升6%满意度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鬼魂的执念是几百年攒下来的，怎么可能5天就化解？大人，要不要我现在带人手过去，狡猾他们的计划？不用，让他们使劲挣扎。挣扎越狠，执念越浓，到时候收割起来才更够味。我的执念就是这台机器，当年就是他绞断了我的双手，老板连医药费都不肯出，我失血过多死在了车间里。这台破机器害了这么多人，今天我直接拆了它。我就是从这个脚手架上摔下来死的，我上报了3次松动，老板根本不理。兄弟，你看，现在稳得很，再也不会出事了。就是这些裸露的电线，电死了我。老板为了省钱，不肯换绝缘线。好了，现在再也不会触电了，放心吧。我帮你们修好了所有工地，可我自己出事的那个工地，到最后也没修好。我死了，可我那些工友们还在没日没夜的加班，还在冒着生命危险干活，所以我得活着，得帮你们把这些隐患全清了，把公道全讨回来。只有这样，我才不算白死，才算真的活过。赵组长，你不仅修好了工地，你还修好了我们的命啊！赵大锤走执念减60%，满意度升至86%。老板，我组的任务完成了，没给你掉链子。辛苦了，大锤，干得漂亮。不辛苦，以前修东西是为了干活活命，是我的枷锁；现在修东西是为了帮人，是我活着的意义。这是我熬了3个通宵写的原创文案，被老板改成了这堆垃圾，还署了他自己的名字，拿了行业大奖，我却被开除了。
我去，这什么嘎到抠敲的垃圾文案，也就没本事的抢功狗能写出来，纯行业耻辱。对不起，是我偷了你的原创文案，抢了你的功劳，是我没本事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的文案写得非常好，所有荣誉都该是你的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抱歉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对不起。我懂你们的苦，我的第18版方案被老板袭了名，拿了广告奖。我死的时候，电脑屏幕上还放着改了一半第19版，所以我知道一句迟来的道歉，一句认可，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。这个主管天天骂我能力不行，说我不适合这行，我信了，最后抑郁自杀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一直在 PUA 你。你能力很强，做事很认真，特别适合这份工作。错的是我，不是你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带头孤立你。对不起，我不该那样说你。对不起，我不该否定你的梦想。错的从来不是你们，我跟你们一样。我的主管说我不适合这行，我信了，然后自杀了。但现在我知道了，不适合的从来不是我们，是那些烂人，是那些破规矩。我们值得被好好对待，值得被认可。2组40人执念减轻70%，满意度飙升。系统剩余运行时间3天。老板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个没用的人，我真的能帮到别人。你一直都很有用，一直都很厉害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老板，就差最后1%了，咱们马上就要成功了。对。就差最后1%了，胜利就在眼前。卡0.5%的门槛玩我呢，就差这临门一脚，怎么补？只有一个破局办法，对所有人坦白二舅的真相，把所有底牌亮出来，把二舅用命换系统，大老板的农场阴谋全说出来。没错。真心换真心，只有让他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，才能撬动这最后0.5%的满意度。家人们，在冲最后这一步之前，我有一个藏了很久的真相要跟你们所有人坦白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拼了命也要搞5小时工作制，也要跟大老板死磕到底吗？这一切都源于我二舅林守正。我二舅早就发现了大老板的惊天阴谋，这个诡异世界根本不是冥界，是他圈养执念的农场。我们所有鬼魂都是他养的牲畜，所谓的强制加班、疯狂内卷，全是他设计的陷阱，就是为了让我们活在痛苦里，产出更多执念供他吸食。我二舅不甘心所有人被这样压榨，他用自己魂飞魄散的代价换来了这个招聘系统，就是想给所有鬼魂搏一条自由的活路，推翻这个吃人的体制。林老板，我们活了几百年，从来没人告诉我们这些真相，我们一直以为内卷就是宿命。你们不需要提前知道这些，这是我二舅的选择，也是我的选择，我只想护着你们。检测人员真心共情，员工满意度从89.5%暴涨至94%。我要发起规则提案，请宿主输入提案内容，可自定义修改诡异世界核心法规。我提案，立刻废除诡异世界所有强制加班法规，全面实行每日工时不得超过5小时的工作制，严禁无薪加班、恶意压榨。投票。最高法院的3个法官全是我的人。天，你从一开始就输定了，等死吧！现对林天提交的废除强制加班、实行5小时工则提案进行最终投票。同意请举手，反对请明示。我反对。此提案动摇诡异世界根基，扰乱正常秩序，无效。我反对。维持原有法规，驳回提案。投票结果2票反对，提案未通过。
维持诡异世界原有加班法规，暂停。不可能！我们拼了这么久，就这么输了！等一下，根据《诡异世界宪法》第1条核心条款，最高法院判决若侵犯鬼魂基本生存权利，可直接启动全民公投予以推翻。周三金，你敢坏我规矩？全民公投需要300万鬼魂联名签名，你拿得出来吗？这辈子都不可能。300万，我有，现在就有。这是我二舅林守正生前花了3年时间秘密联络的300万改革派鬼魂名单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张公投票。林守正那个叛徒，他什么时候偷偷做的这些？我竟然一点都没察觉。你真以为他只开了间小破鬼屋？他从一开始就在为推翻你布局。这300万鬼魂就是你的掘墓人。这300万票足够启动全民公投，推翻你的判决，通过我们的提案。不可能！这绝对不可能！既然你们一心求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谁也别想活！我就是诡异世界本身，我就是你们的宿命。不过是靠执念喂养的怪物，我们不是你的牲畜，我们要自由。自由，可笑！哼哼，那就让你们看看，你们守护的有多脆弱。3000万鬼魂，你们的执念是我的粮食，你们的痛苦是我的力量。老板，我的烙印好烫，500天、1000天、2000天。老板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大锤，我是林天啊，你的老板，你醒醒！林天是谁？我不认识。我是你的老板，你醒醒！隐藏规则终极结束，长期超时加班，执念被收割，烙印天每增加100天，自我意识1，超过1000天，彻底变成无自我的行尸走肉。大老板，你竟然一直隐瞒这条致命规则，好狠毒！长期压力崩溃，现在必须告知，你的员工正在一点点消失。老板，我的烙印也在长，我好像要忘了自己是谁了。不要拿走我的执念，那是我活下去的意义。只有系统能对抗它，按系统只剩2天时间了。大锤，你记得二舅吗？二舅是谁？林守正二舅，我们一起为他圆梦的二舅。我是谁啊？我不想死在这里。大老板，你敢毁我的人，敢毁我们的希望，我跟你拼了！这老东西的风暴也太狠了，老子脑壳现在还嗡嗡的。废话，那可是大老板本体，没把你那点记忆全冲没就不错了。都缓过来没？有没有哪里不对劲？烙印还烫不烫？
放心吧，老板，我皮糙肉厚，死不了。就是差点忘了你叫啥，现在全想起来了。大老板在积蓄力量，咱们趁这点功夫喘口气，歇会儿。说起来，我第一次见咱们老板，差点没把他当成神经病。美丽姐，别提那茬了，怪丢人的。那必须提。当初你直接扑通一声，说以后请跪在我们5个面前，哭唧唧求我们别离职，说求求你们留下，我不想被系统抹杀。谁懂啊？一个人类跪鬼魂，我当场看傻了。我当时还暗戳戳想，这人类真有意思，为了活命脸都不要了。后来才知道，你是为了护着我们。我当时跟他想的不一样，我觉得他就是个纯纯的傻子。合着我在你们眼里不是神经病就是傻子是吧？不然呢？放着人间的好日子不过，跑来诡异世界跟鬼魂耗，吃力不讨好，不是傻子是什么？后来住久了才发现，他确实是傻子，但是个心软到骨子里的善良傻子，宁愿自己扛着，也不让我们受半分委屈。我记得最清楚，老板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你不用害，没人会欺负你。”我活着的时候欺负被 PUA， 从来没人护着我，没人跟我说过这句话，我当场就破防了，打心底里信。我也有印象，模模糊糊的，有个人跟我说过话。大锤，慢慢想，不急，想不起来也没事。是二舅，林守正二舅，他跟我说，我侄子林天以后来了，你们多帮帮他，他是个好孩子，想给咱们鬼魂争口气。我还记着，他还跟我说，大锤，别太累，别总拼命干活，要顾着自己。我记着了。大老板想把你们变成没有意识的行尸走肉，想让你们彻底消失，我不同意，死都不同意。我们也不同意，誓死跟着老板，绝不认输。系统剩余运行时间1天12小时。休息够了，小蝼蚁们别磨蹭了，那就继续，这场游戏该收尾了。蝼蚁就是蝼蚁，短暂喘息有用吗？乖乖被收割执念变成行尸做肉，这才是你们的宿命。少在这放屁！我们的命，我们自己说了算，绝不会任你宰割。系统冲击，终极模式立刻启动。这是什么鬼力量？居然能伤到我！竟敢伤我真身！大侄子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，是3000万执念向往自由，是人心换人心的力量。这是打工人的力量。系统冲击生效，系统剩余能量30%，系统剩余运行时间1天。没用的，我就是诡异世界本身。跟天地同寿，你伤我一时，杀不死我。二舅，还有办法吗？我不能让大家消失。大侄子，别慌，听我说，最后一招，用我全部能量打致命一击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用完全部能量，你就彻底消散了。我不要。哭什么哭？丢不丢人？多大的人了，还哭鼻子？二舅，对不起你，我没能护住你，连你最后这点执念都保不住。别废话了，时间来不及，动手！为了所有鬼魂，为了自由！系统自毁程序启动，100%是80%，16是100%0%。系统能量耗尽，林守正执念彻底消散，系统正式关闭。二舅，你回来啊！没用的，我是诡异世界本身，你们杀不死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滚开！别靠近我！这是全民公投的意志，是300万改革派鬼魂的签名，是所有鬼魂想要自由的希望。不，住
手！规则是我定的，诡异世界是我的，你们不能改写。荒谬！诡异世界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产，是3000万鬼魂的家园，规则本该由我们自己定。规则不是你的，是我们的。公投，投票议题：是否废除强制加班，全面实行每日5小时工作制？赞成98%，反对2%，全民公投正式通过。98%的鬼魂选择自由，选择拒绝压榨。新规则即刻生效。每日工时不得超过5小时，加班需完全自愿，违反者强制消散。我的执念农场，我的力量全没了，我输了。你输了，不是输给我，也不是输给二舅，是输给3000万不想再被压榨的鬼魂，输给了大家想要自由的心。林守正，你赢了。熬了3000年，我终究还是输了。老板，我全记起来了，我记得你，记得二舅，记得所有事儿。大锤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这是我第一次觉得，不管是活着还是做鬼，都这么好，自由的感觉太爽了。兄弟，下班了，准备干啥去？我活300年，第一次有下班后。以前除了加班就是睡觉，去摸鱼。以前加班连河边长啥样都没看过。走，5小时干完，时间全是咱的。监察局从今保护权益，不压榨，不逼加班，不当资本狗腿。我不服，我没做错，凭什么降职？我干了几百年。你太听话，从不问对错，从不站打工人这边。现在就是学会不听话，学会护着被压榨的鬼魂，而不是帮着吸血鬼咬人。你们会后悔，没力卷世界会崩溃，经济垮掉。我们早被你们逼崩溃，现在重建新世界，轮不到你逼逼。老板，今天干多久？老规矩5小时，多一中不干，谁加班我跟谁急。好嘞，准点下班。大侄子，你做到了，我走了，别想我。鬼屋开下去，员工养好，记住，活着比工作重要。二舅，我知道了，放心吧。今天不上班，不干活，开派对，啤酒、烧烤管够。准点下班规矩错配。耶！老板万岁！不加班万岁！现在开庭，被告人苟富贵被控强迫劳动、滥用精神控制药物、勾结黑恶势力颠覆规则。你是否认罪？我无罪，诡异世界几百年都是这么玩的，我只是在合法经营，何罪之有？法官大人，这是尖叫帝国127名员工的联合证词。苟富贵强迫员工每天工作18小时，完不成 KPI 就扣工资、扣阳寿，甚至用违禁药物控制员工精神，证据确凿，铁证如山。我恨苟总，可我又有点理解他，因为他也是被逼的。他生前也是个被压榨的工人，也是过劳死的。苟富贵，我问你，你生前是做什么的？怎么死的？工人，建筑工人。怎么死的？
连续干了30天，猝死在工地上。法官大人，这是苟富贵的生前档案。28岁建筑工人，连续高强度工作30天，过劳猝死在工地，死后进入诡异世界，为了不被压榨，一步步变成了压榨者。我只是不想再被人踩在脚底上，我以为只要我往上爬，只要我压榨别人，我就安全了，我就不会再受那种苦了。可你到最后，压榨的全是和你当年一样被欺负、被压榨的底层工人，你变成了你最恨的那个人。他们这么天加班，我看着他们变成行尸走肉，我没想到他们会变成当年的我。被告人苟富贵强迫劳动、滥用精神药物罪名全部成立，判处执念封印，监禁300年，即刻执行。对不起，好好改造吧。马总，不好了！警方查到非法放贷，马上到楼下。慌什么？赶紧打开后门，我从地下车库走，快！林天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想干什么？马总，这么着急跑路，钱赚够了，烂摊子不想收拾了？500万，这张支票500万，你放我走，这笔钱全是你的，就当我给你赔罪了。以后我再也不碰阳寿贷了。我不要钱，我只要你接受该有的审判，给那些被你逼死的人一个交代。林爷，我求你了，放我一条生路，我不想坐牢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你放那些被你逼死、扣光阳寿的借款人一条生路了吗？马威，你涉嫌非法照贷、诈骗等违法犯罪，现依法对你执行逮捕。林天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出来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放心，你没机会出来了。哦，对了，马总，你扣了那么多人的阳寿，自己的阳寿还剩多少？不，绝对不可能！我的阳寿还有几十年，怎么会只剩1天？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，不是吗？原来你们俩早就穿一条裤子了，难怪蛇鼠一窝。林先生，麻烦跟我们回警局配合做一下案件笔录。没问题，走吧。对赌协议正式到期。审计结果就在这里，各位可以随便看。年盈利5000万，直接翻了快2倍，远超3000万对赌目标。林先生，你赢麻了！改革之后，诡异世界游客直接爆了，你的鬼屋直接成了全域顶流。这波投资我们血赚。按约定，对赌转永久投资，我们长期绑定，全力支持你所有布局。在签这份永久协议之前，我们得先清个内鬼。就是你，大老板安插在这里的残余爪牙！你胡说八道！我是正经的改革派投资人，你凭什么血口喷人？凭什么？就凭真正的改革派不会在守正的名单上伪造签名？名单上187号3年前就标注了已故，你早就死了！你们毁了大人的大局，都不会有好下场的！大老板都没了，你这点残余执念也该结束了。对不起，林先生，是我们审核不严，让内鬼混了进来，差点坏了大事。没关系，内鬼清了就好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赢了。
我们全体追加投资，全力支持你把鬼屋扩到500人规模，做诡异世界第1连锁品牌。可以，规矩不变，5小时工作制，严禁加班，这条永远不能改。林先生，接下来你打算搞什么大动作？是继续扩张，还是布局新产业？活着，就这？对，就这。林先生，探视时间有限，别超时了。怎么，林大老板亲自过来，是看我蹲大牢的笑话？没必要，我现在够惨了。不是来看笑话的，我来问你一件事：你生前是建筑工人，每天劳累的在工地干活，你恨那个压榨你的时代，恨那些逼你加班的老板吗？那你现在最想做什么？想赎罪。我害了那么多员工，逼得他们那么惨，我还有资格赎罪吗？有，等你刑满出狱，来我的鬼屋，我教你什么叫好好活着，不是靠压榨别人往上爬，不是靠加班换生存，是踏踏实实的为自己活着。你不恨我？我当初差点毁了你的鬼屋，差点害死你的员工。恨过，但现在我只觉得你也是被内卷逼疯的可怜人。谢谢，谢谢你。300年后见，苟总。别叫苟总了，叫我富贵就行。300年，那时候我早化成灰了，还见个屁呀！不一定哦。什么意思？你是阳魂体，和普通人类不一样，理论上你的寿命能比普通人长很多很多。那这我真要等他300年？对。诡异世界年度 GDP 增长5%，远超内卷时期的3%，居民幸福感提升300%。咱修东西不是为了赶工干活，不是为了讨好老板，是为了让东西更好用，让干活的人更安全，是为了咱工人的尊严。我们公司的核心 slogan 永远不变，不加班也能出好创意。孙老师，这本书真的只有10页吗？对，10页就够了，废话多了没用，能解决问题就行。如果你被 PUA 了，被否定了，被欺负了，记住，从来都不是你的错。我当了300年监察局长，前299年都在帮着吸血鬼压榨打工人，做错了无数事，只有最后这1年做对了。我会接着把改革做下去，护好每一个打工人的权益，让诡异世界越来越好。这才叫鬼生啊，不对，这才叫人生啊！大侄子，我看到了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二舅。被告人马威涉嫌多项严重违法犯罪，侵害群众利益，犯罪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，社会影响恶劣，请法庭依法公正裁判。
我不想死，我只是个打工的，我不是主谋，求你们放过我！传唤凌天。他通过违规借贷控制受害人，造成多人家庭破碎，悲剧发生。凌天，求你放过我，我给你钱，多少都给，求你帮我说句话。我放过你，谁放过那些被你逼死的无辜的人？被告人马威罪名全部成立，依法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不，我的阳寿，我不想死。老板，事儿办完了，咱回家吧。好，回家了。二舅，你起的这名是真的烂，土到掉渣了。老板，明天咱干多久？5小时，多1钟都不干。好嘞。咱这500人的规模，居然还有人想来应聘，奇了怪。毕竟咱现在是诡异世界顶流，不加班的神仙单位，谁不想来？老板，要是真有人来，咱还收不？老板，我来应聘。你是人类，活的？对，我叫张小凡，活人，专程来你们鬼屋应聘工作。你知道这是正经鬼屋，里面上上下下除了我全是鬼魂员工，对吧？知道，网上刷到你们好多次了。诡异世界网红打卡地，不加班神仙单位，我做过功课了。你好，我是赵大锤，鬼屋维修组组长。我去，鬼！对，纯纯的怨灵，死了快300年了。你好，赵哥，我是张小凡，以后请多指教。你不怕我？怕？怎么不怕？但我更怕我钱老板。比起996007，天天画大饼并 PPUA， 鬼算个啥呀？哦，你钱老板怎么你了？把你逼得来鬼屋找工作？互联网公司运营，天天让我996，周末随时待命，凌晨3点还让我改方案，干了半年没涨过工资，辞职还扣我绩效，我直接连夜跑路了。所以你放着人间的班不上，跑来跟一群鬼打工，就为了不加班？对，鬼至少说话算话，不画大屏，不搞职场 PUA， 比人靠谱多了。行，哈哈，你被录取了。真的，老板你没跟我开玩笑。真的，老规矩，每天工作5小时，到点就下班，严禁加班，5险1金按最高标准交，绝不拖欠工资。我终于找到组织了，终于不用再被压榨了。哈哈，大侄子，都招上人类员工了，有点意思。记得给人交社保，别抠搜的。欢迎加入咱鬼屋大家庭，以后有事儿找赵哥。谢谢赵哥，以后麻烦你多带带我。赵哥，活了300年，第一次有人叫我赵哥。那你该叫我什么？钱姐好，以后还请钱姐多多指教。哎，这小子会来事儿，我喜欢这个人类。大侄子莫愁，过来坐。师公，你找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大侄子，我要走了。走？去哪儿？师公，你身体好好的要去哪儿？鬼魂的执念总有耗尽的一天，我的执念快散了，该去轮回了。师公，你二舅生前总说男子汉哭鼻子，
太丢人。我没哭，是窗户缝的风迷了眼。我活了300年，前200年当监察局长，跟着大老板助纣为虐，压榨无数鬼魂；后100年跟着你二舅搞改革，护着打工人，算是赎罪。我这辈子最大遗憾就是没早点遇到你二舅。师公，别这么说，你已经做得够多了。不是你做到的，谢谢你让我看到没有内卷的自由世界。我走后替我守好这里，别让内卷重来，别白费努力。师公放心，我一定守好，不让大家再受苦。我走了，别想我，好好活着。师公，再见。他会进入轮回，变成新生命，重新活一次。轮回？执念消散无遗憾，就会轮回转世，开启新人生。那他还会记得我们吗？记得诡异世界，记得自由吗？不会记得我们，但会永远记得自由，刻在骨子里。那就够了。师公，谢谢你陪我走到现在。他会听到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看，那颗星星比刚才更亮了。我知道大家都舍不得周局，其实不用太难过，他不是消失了，是进入轮回了。轮回？那是啥？我们死了之后，不就一直待在诡异世界吗？鬼魂的执念彻底消散，没有了遗憾和怨恨，就会脱离诡异世界，进入轮回通道，转世成新的生命。而且转世之后都会留下执念印记，是上辈子刻在灵魂里的东西，抹不掉的。啥是执念印记？长啥样？能吃吗？就知道吃，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印记的样子不一定，可能是身上的一块特殊胎记，可能是天生的特殊能力，也可能看到某个从未某过东去过的地方，会莫名想哭，莫名熟悉。这就是执念印记在起作用。那我要是轮回了，我的印记会是什么？也许是对 PPT 的生理性恐，毕竟前就是改方案改到猝死的。晦气，能不能说点好的？我下辈子再也不想看见 PPT 了。那我二舅他的执念印记会是什么？也许是一块特殊的胎记，也许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，比如看到这间鬼屋，看到打工人能准点下班，会莫名的开心，莫名的想笑。那我找到他，不管他转世到哪里，我都要找到他。你找不到的，轮回是完全随机的，他可能转世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，任何一个家庭，你根本无从找起。找不到，那我就等，我就在这间鬼屋里一直等，等他自己来找我。老板，你咋知道他一定会来找你啊？因为他是我二舅，他答应过我，一定会回来看我的。老板，你哭了？我没有，是窗户没关严，风吹的。大侄子，别找我，让我安安稳稳当个普通人，过几天不加班的好日子。二舅，我不找你，我就在鬼屋，一直等你。老板，这密室锁了快5年了，今天突然打开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总觉得二舅还有东西留给我。这张还是刚跟二舅开鬼屋拍的，快300年了。大侄子，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我应该不在了，别难过，我笑着走的。我一生最大遗憾是没让员工准点下班。我凭魂飞魄散做了这个系统，别人说你是商业萌灯，但我知道你是我的光。鬼屋留给你是让你记住，人活着永远比工作重要。别学我一辈子忙，没好好活过。二舅，我知道了，我都记住了。二舅放心，我照顾好老板，不让他受委屈。二舅，我开了守正广告，带着你的名字一直开下去。二舅，我不怕了，我能保护自己和别人了。从今天起，鬼屋正式改名林守正鬼屋。二舅肯定喜欢这个名字，他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，偷偷笑呢。他一直在看着我们的。二舅，你起的这名真烂，土叨叨掉渣。老板，这是二舅心意，不能丢。我知道，我会一辈子留着他，把鬼屋一直开下去。家人们，再过1天就是咱们林守正鬼屋的5周年庆典，今天全员集结，就是把庆典流程定下来，咱们热热闹闹办一场。庆典流程分4部分：开场致辞、
五鬼成长分享，员工才艺表演，最后全员举杯环节，全流程卡顶4小时，到点结束，绝不加班。老板，我准备了才艺表演，徒手修断头台绝活，绝对炸场。可以是可以，别给我把断头台修坏了，回头游客没得玩了。放心，老板，保证完好无损，比新的还好用。我准备了主题演讲，从猝死到重生，给咱打工人好好撑撑腰。提前说好，演讲的时候别哭鼻子，丢咱鬼屋的人。我尽量，哭了也不许笑我。我准备了实业 SOP 手册现场展示，告诉所有人高效工作，10页纸就够了。真就10页，不多写点儿？对，10页就够了，多1页都是无效加班，没必要。老板，我想在庆典台上当众说一句话。想跟大家说什么？我想告诉所有人，我不怕了。好，庆典的 C 位给你留着。老板，人间界和诡异世界的检票、游客接待全交给我，我当咱人鬼2界的桥梁，保证不出一点差错。大侄子，我看到了，干得好。最后强调一句，明天5周年庆典，所有人准点开始，准点结束，不许加班。不加班万岁！老板万岁！5年前，我接手这个破鬼屋，欠了800万外债，被杨寿带逼得走投无路，以为自己死定了。5年后，我站在这里，好好活着，你们每一个人也都好好活着，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老板，那你现在还欠钱不？外债早就清了，但我欠二舅一条命，欠他一句谢谢。老板，二舅从来没觉得你欠他，他只盼着你好好活着。我知道。老板，我现在不发呆摸鱼了。哦，那你现在天天琢磨啥？琢磨明天吃什么，琢磨下班去哪儿溜达，反正不琢磨加班。5年前，我连跟人对视都不敢，连大声说话都做不到。现在，我敢了，我不怕了。李组长，李组长！谢大家，谢谢老板，谢谢每一个陪我走过来的人。我是鬼屋第一个人类员工。5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已经有50名人类伙伴了，人鬼合作，不加班，不内卷，这就是我们的乌托邦。看好了，断头阁修好了，保证吓尿游客，绝不翻车。5年前，二舅把这间鬼屋留给了我，把反抗内卷的希望留给了我。5年后的今天，我把这间鬼屋留给你们所有人。它不是我一个人，是每一个拒绝内卷、想要好好活着的人的。这一杯，敬二舅，敬自由，敬我们不加班的人生。敬不加班的人生。老板，庆典散场了，大家都走了，你怎么一个人躲在这儿吹风？没什么，就是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老板，你在想二舅吧？在想这5年走过来的日子，在想如果他还活着，看到现在的鬼屋会说什么？二舅肯定会说：“干得好，大侄子！”他肯定骄傲的不行。也许吧，他向来嘴硬，说不定只会骂我几句，嫌我不够省心。不会，二舅只会说：“别哭，丢人。”他最疼你了。你说的对，他这辈子最烦别人哭哭啼啼，
我不能让他看笑话。老板，我现在每天睁眼都会想一件事，比修东西还上心。哦，什么事能让你这个维修狂魔上心，比修断头台还重要？今天吃什么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鬼魂啊！鬼魂不用吃饭，不会饿的。我知道我不用吃，但我在学吃饭。你这鬼越当越离谱了啊！因为活着的感觉就是会饿、会累、会琢磨想吃甜的还是咸的，会惦记下班吃点好的。我以前当鬼300年，只知道干活加班，被压榨到魂都快散了，那根本不叫活着，叫熬日子。现在我知道了，活着从来不是只有工作，能想今天吃什么，能准点下班晒太阳，才叫真的活过。大锤，你变了，彻底变了，不再是那个只懂埋头干活的怨灵了。是你和二舅改变了我，是你们教我，鬼生也可以不内卷，也可以好好活。二舅，你听到了吗？大锤现在每天都在想今天吃什么，他终于活明白了。老板，明天咱们干多久？还是老规矩不？5小时，永远不变。多1钟都不干，永远不变。好。喂，您好，我是林天。监测到执念印记匹配，男婴刚出生，手腕100胎记，是您要找的人。什么？在哪里？哪家医院？我马上过去。您是林天先生吧？孩子6斤8两，健健康康。麻烦您了，我想问问孩子的名字是？孩子叫林守正，跟您同姓呢。林守正，真的是这个名字？您可以看看，小家伙特别乖。二舅，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回来了吗？老板，是二舅，真的是二舅回来了。二舅，这次你不用扛一切，不用对抗大老板，不用熬夜加班，你就做普通小孩，好好长大，不用拯救世界，只要好好活着。二舅回来了，他真的回来了。欢迎回来，二舅。二舅，这次你当个普通人就好，不用拯救世界，只要活着就好。5小时工作制满2年，幸福感提升300%，内卷成历史。欢迎来到6周年庆典。6年，我们坚守不加班、不内卷，好好活着。林天，我来了。富贵，你还有300年刑期，怎么出来了？我改造良好，提前出狱，来赎罪，弥补过错。我以前害人内卷加班，想从头做起弥补。恩怨一笔勾销，从基层做起，准点下班。大锤，带他去维修组，5小时工作制，不加班。跟我来，到点下班，绝不拖堂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赵哥，我一定好好干。晚饭吃什么呢？二舅，你看到了吗？大家都在好好活着。大侄子，我看到了，一切都真好。大锤，这是第几个了？别累着，到点就歇着。老板，第1个了，马上完事儿，绝不耽误下班。老板，我的第2本小说《我的鬼生2》写咱们这10年。不错，出版给我留1本，我给你写闲言。老板，我在想明天吃人间界火锅。你是鬼魂，不用吃饭，别瞎琢磨了。但我在学，活着就得琢磨吃的，这是你教的。老板，今日游客破新高，预约排到下个月。好，辛苦你了，记得让大家准时下班，别加班。不用内检加班，
做好本职，准点下班，好好生活就够了。老板，断头台修好了，安全好用。富贵，干得好，这10年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踏实干活，准点下班才是过日子。叔叔，这里是灵守镇鬼馆吗？好不好玩呀？好玩，特别好玩。你长大来这里工作好不好？我还没长大呢，现在不能工作呀。没关系，我等你，等你长大，我一直在这里等你。好，我长大一定来这里找叔叔工作。老板，是他吧？是二舅吧？是他，终于等到他了。二舅，你起的名字真烂，土的掉渣，但我会一直开下去，开到我成鬼，轮回转世，永远不关。我永远记得你说的，人活着永远比工作重要。